这是目前为止全网唯一一个能够解决大众 EA111发动机火花塞孔漏油问题的完美方案。身后这台大众高尔夫6呢，火花塞孔里面都是机油，车主已经去处理过了，买了那个铝圈圈套往里塞，涂点胶那种，一点用都没有。23缸的火花塞里面已经被机油给淹满了，车主要求一次性彻底解决问题，永无后患。同时呢，这台高尔夫6各种毛病，毕竟开了10多年了嘛，要全车做一个大保健，相当于半个发动机大修。车主要求修完以后，让它舒舒服服的再开个10几20万公里。准备开整。正常来说呢，镶个铝圈或者干点什么东西是不需要把发动机沉下来的。那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把这个发动机沉下来呢？因为有很多项目要搞，沉下来搞，放开手脚，反而动作快。镶铝圈，有可能还要换气门油封，还要挖煤，还要换离合器3件套，等等等等等等。所以我们决定把发动机沉下来，这样效率更高。来，赶紧把这个油泵给它换了啊！昨天坏在东阳了，差点我去抢修，好不容易打着了。咱们给它换个1.7大众原装的。时表公里数，各种故障。这个高压油泵的压力呢是这样子的，先往下掉，然后再往上涨回来。那如果它只掉不涨，那就说明这个高压油泵肯定是有泄压的。然后呢，把这个低压油泵换掉。为什么要换这个低压油泵呢？有2个原因啊。第一个不供油啊，在别的地方已经查过了。第二个呢，油表不准，它上面这个油位传感器不准，明明没油了，显示还有油。车主呢油开光他都不知道。拆出旧油泵，全新原厂油泵。这个油泵呢是4S店的货，其实外面的油泵呢也能用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更靠谱一点。车主要求比较高，必须要4S店的货，所以我们给他提4S店的货。然后呢，原来出问题主要是个油位传感器啊，这个东西是没有单独提供的，就算有单独提供也是副厂的，也不一定准。这个油泵呢本身可能也存在问题，有的时候不上油，鉴于多种原因，一次性给它换掉，下去吧。沉下元宝梁，看一下啊，这摆臂啊，正常是不会动的啊。摆臂废了。大动干戈的把这个发动机拿出来的目的呢，主要是这么几个。第一个啊，因为这款车它进气这个槽防火墙的，所以拆下来挖煤用核桃车打比较方便。这第二个呢，它本身这个火花塞做孔，大家给我看一下，看这个孔里面，它这个火花塞孔里面看到没有，已经镶过那个圈圈套，那种就是往里塞那种圈圈套，塞完以后呢，它还是会漏机油，它经常要洗，要用化氢标进去，要用空气去吹，所以这次打算抬掉，直接镶铝圈镶掉，一了百了解决这个问题。那另外呢，有可能还要换气门油封，还要换这个离合器3件套，所以说拆下来搞非常划算。看到没有？它里面这个套圈已经加过了，看到没有？就是一个圈，然后边上抹点胶，是吧？图个省事嘛。但是你看这个套圈加完以后它还是漏，对不对？这种东西它治标不治本，我们要做的从根源上解决问题。来，这个就是传说中的 EA111发动机啊，传说中的 EA111发动机。发动机盖子一掀掉，各种牛鬼蛇神全部都现形了，对吧？你机油用的好不好，说啥都没用。你看这个张紧器原来应该是银白色的，都黑了，是不是？说明这个车啊，曾经机油用的也没那么好。发现什么新大陆了，姚子？水道堵死了，水道快堵死了，那你水道检查一下嘞。你如果说光把这个机芯换了都没用啊，你万一还有脏东西，这不又进去了吗？想办法先给它推通嘛。感觉有点难。对，这个里面给它挖干净嘛，里面尽可能给它挖干净。这个你总不能给它换机芯嘛，对不对？它上下不通，对吧？对。我靠，那不是完犊子了。水沟堵死了。水沟把它堵死了，那水道里面看不上？水道里面还好，那咋整啊？我操！实在没办法，里面铁丝捅不到。这个气吹进去它都不通了，看到没有？你这个里面水垢啊，全是水垢。我就是新的涡轮机芯给你找过来装上去，你开不了多久它又堵死了。然后还有这个发动机的水道里面，我估计也有很多水垢。这款111发动机它这个液压顶筒很容易坏的啊，看一下有几个不好的，坏几个换几个，不好的就直接扔掉，就不要放在里面混到一起，到时候造成困扰。核桃砂是挖煤的好帮手。这个111发动机啊，积碳也是很多的啊，还是很多的，多打一打吧，多打一打。正在打积碳，这个是洗完以后的效果啊，闪闪发亮，对不对？这款发动机呢，它不容易烧机油，它也会烧机油。它这个活塞跟活塞环设计上没有缺陷，要烧机油呢，只是这个气门油封老化了。那气门油封任何车都会老化，你看捏起来很硬很硬了，跟塑料一样。那我们给它换新的气门油封，免拆更换气门油封。这一次搞完以后，再开个15万、20万公里没多大问题。拔掉旧油封，看一下，敲入新油封，安装锁片，
一个搞定。这不满满的一筐铝圈啊，我们都快用完了啊！我今天已经去加工了，去做了。然后呢，这个铝圈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，这个东西无所谓售后不售后，它就是个铝疙瘩，对不对？你如果连这个用工具把它敲到底，如果你说你这个东西你敲不好，那这个就是智商问题了，我也没办法救你，对不对？问敲铝圈分几个步骤？答3个步骤：一，拿出铝圈；二，轻轻的把铝圈敲进去；三，用专用工具把铝圈敲到这个里面。那我再说一次，我们镶这个铝圈的目的是什么呢？改变它的缺陷结构。缺陷在哪里？看到没有？这个缺陷，它的沟太深了，原来是放皮圈的，皮圈会老化，直接拿来打胶呢，这个沟太深了，胶填不满，所以我们镶一个铝圈。这个呢是我们通过镶气缸套得到的灵感，用到这个地方。镶了铝圈之后呢，这里会留下一个大概1毫米左右的浅槽，用来打胶，用来续胶，刚刚好。来，我们让姚子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敲这几个圈圈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先把里面这一圈洗干净，洗干净以后再敲，一定要确保它干净。啊？如果不干净能咋的？漏油，继续漏。对，那漏了算谁的？算施工者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个液压顶筒啊，换了4个，看到没有？很新的，这个是4个啊。那这个顶筒呢有2种可以选择，第一种呢是原厂的，第二种呢是伊娜的。那从原则上来说呢，原厂就伊娜代工的。但是现在市场上这个伊娜的泛滥，真的假的，连我都看不出来。而且我吃过骨头的，装上去滴嘎滴嘎响，装上去滴嘎滴嘎响，后来换原厂的就没事情了。所以说我现在宁可稍微贵一点，给它换成原厂的。不是说我不相信伊娜，只是市场上这个伊娜的假的太多了。这个坏几个换几个啊，坏几个换几个，这个东西是额外损坏的。当然你也可以选择不换，我就得给你装回去。那到时候你要再换，你拆一遍费用更大。这几个喷油等密封圈啊，都已经老化掉了，不敢再用了。那我们给它用进口220的啊，进口220就是它原厂配套的。剪掉了啊，变形了，不行了。而且它这个跟EA888是不一样的啊，跟EA888比EA888的要大一点。这是新的密封圈啊，又能顶好多年。反正能洗的，我们尽量给你都洗干净，好吧？发动机内部那我也没办法，因为没有分解发动机，包括这个凸轮轴，对吧？能洗的我都给你洗干净。打完胶水上盖子，15牛米拧紧，按规定力矩锁紧链条轮。这个链条跟轨道这个东西呢，看你自愿啊。这个你自愿更换，为了车子好一点，那顺便现在换掉，因为这样呢只收一个材料费，不用收工时费，顺便给你换上去了。反正我装新的装旧的都是这么装。如果说你不换，那么你日后如果想换，那你又得拆一遍，又得额外的去付工时费。所以这个东西呢，我们要讲清楚，好不好？那有些车主说啊，你这个东西为什么不给我带进去呢？这个成本在里面，那没办法。上前盖，曲轴前有风，锁紧大螺丝。那为什么要换这个高压泵呢？如果这个高压泵这个弹簧部分啊被冲刷的很干净，就说明里面漏油了，汽油漏下来。汽油具有清洗的功能，汽油漏下来以后呢，漏到这个发动机里面，就会跟机油混到一起。那怎么办？那只能换一个新的高压泵，这个是没办法的。我们把这个变速箱给它端下来。那为什么要把这个手动挡变速箱端下来呢？有2个原因。第一个呢，离合器要换，磨的差不多了。第二个呢，有点异响，我们怀疑是分离轴装坏了，所以我把变速箱抬下来。快点，看到没有？里面这个轴承都已经这个样子了，都磨成这个样子了，对不对？所以该换你还得换。全新的原厂离合器3件套，赶紧装上去。抬变速箱，原厂 ABS 传感器，轮速传感器啊，这个车的通病。更换2个下摆臂，元宝2顶回去，放掉变速箱油。那很多人说手动挡的变速箱油这辈子都不用换，那这个话对不对呢？那绝对是不对的。这个车主他就很懂车，他要求一定要把这个齿轮油换掉。那这个齿轮油呢，跟那个大货车的那个很厚的那个齿轮油它又不一样啊。我们这个大众变速箱号称手动挡变速箱有2种，一种是大众的手动挡，一种是其他手动挡。这个挂档特别舒服，自带吸入感。很大一部分原因呢是因为油好。那这里呢，我们给它使用的是大众原厂的变速箱油啊，非常考究。那这么一顿操作下来，等于是半个发动机大修了，对不对？气门、油封啥的都换掉了。启动有点干涩，再来，这油还没上来啊，来再来，声音就很舒服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些管子啊，对吧？这些阀一碰就断，而且之前是用胶水粘的，那没办法，这些只能一起换掉。这个东西呢，跟烧机油也有关系啊，这个其实就是废气阀，就是用来过滤机油蒸汽的。换了高压泵之后，检查是否泄压。但是它是启动过以后，压力是先掉，然后后涨，你看已经涨到，是不是？那涨了以后还是会掉，但是已经涨上去了。
对不对？长到70几公斤了，将近80公斤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个保压保住以后，它这个管路里面的这个汽油啊，它会挥发，挥发以后压力就高了。水道呢，里面因为有水垢，那我们也只能说给它用这个给它洗。如果你不用这个洗的话，你水箱啊、暖风水箱啊、发动机水道啊，你都得拆开搞，水箱得换掉，那成本代价就太大了。我们的思路是洗洗，把它洗通。这放出来的防冻液看一下啊，还是有点浑的，那说明洗的还是有点效果的啊。那我们给它加新的防冻液，那也只能这样子了。使用德联的防冻液啊，我洗了大概已经有个3桶了，已经有10多升了。那洗出来的，等一下我们给你看一下，循环一边循环一边洗，这些都是洗出来的，看到没有？黑不黑？这手动挡的车子配 1.4T 的，一点都不肉，老猛了，跟你说，起飞了，起飞了，动力澎湃，声浪迷人。摇着这个异响还有吗？没了，没异响了是吧？完美，所有问题完美解决，试车归来，动力澎湃，声浪迷人。那回去以后好好保养，使用符合规格的全合成机油，定期使用燃油添加剂。那这个车呢，活塞那部分是没有问题的，活塞环设计本来就没问题，本来就是波浪环，气门油封一换，等于是把烧机油的问题也解决了。好了，这一期到这里，点击加关注，爱车爱熊猫修烧机油不迷路。完美交车，机油灯报警啊，兄弟们，完犊子啦！造一个进口的照样烧机油，既是德国工艺的进口大众，又是3代12888，那又怎么样呢？还不是烧机油？这台进口大众魏领严重的烧机油，500公里烧一升机油，我从无锡开回来的，开回来路上机油灯就报警了。那么车主要求一次性给他解决问题，这台车全程在4S店保养，没有在外面搞过，定期使用燃油添加剂，做到了一切车主能做到的东西，那为什么还会烧机油呢？难道严谨的德国工艺神话破灭了？那么就让我们中国的修理工来替德国的设计师把这个屁股擦干净。车辆名牌就是车辆身份证。哎呀，和谐号不烧机油啊，亏了亏了亏了，不然给他换个改进的活塞和活塞环，一次性搞定。到杭州换车，问题是这台它也不烧机油，亏死了。到了传说中的无锡，到了17万公里啊，刚拿到车，基本上加速什么都没问题。好的。还有那个后备箱，我人生第一次来无锡啊，居然是这样的机缘巧合，都是苏 B 啊，苏 B， 传说中的无锡东收费站。机油灯报警啊，兄弟们，完犊子啦！进口的照样烧机油。终于到家了啊！这个是3代12888，跟国产的迈腾、跟国产的途观 L 其实是差不多的。发动机启动的瞬间啊，这声音是有点大的啊，轰隆隆隆轰隆隆隆这个声音，可能底下的机油泵还有那个机油指挥阀没改进。典型的3代EA888发动机，大众横置版本。先测一下负压，负压没毛病啊，负压没毛病，那说明这台车烧机油跟它的废气阀没关系。上面那个冷却关闭阀是不是水分啊？然后汽油压力调节阀这个是通病，钥匙电池给它换一个，摄像头上次给它换完以后故障码消一下，现在功能已经恢复了。暖风水管漏水啊，一眼就看出来了。坏的就是这个啊，坏的就是这个，这个是通病啊，经常容易坏。这个发动机机脚你看已经压到底了，看到没有？压扁了，塑料油底壳，哎呀我去！这刹车盘啊都已经磨成这个样子了，如果再咣一刀的话，那就没了。你看，再咣刀的话就到这里了，那就没了。这机油啊放出来也没多少了。这一次呢，咱们趁机把这个塑料油底壳给它换成铝合金的，以后就再也不会漏了。发动机里面挺干净的，就是这个节气门脏。那为什么脏呢？因为这个节气门很难拆啊。你去洗这个节气门，人家收你工时费可能比较贵吧。涡轮的这根管子啊断掉了啊，一碰就咔一声就断了。那这根管子得换掉啊，这根管子。这个辅助水泵怎么了？怎么样了？哎呀，揭穿了，完犊子了。这个辅助水泵也要一个啊，有没有改进版的啊？有没有改进版的？对吧？这个进气歧管啊也是重灾区啊，也容易坏。不过这台车它目前还没坏，咱就不给它换了。双喷射的它也有积碳呀，看到没有？也有好多的积碳，所以说要定期挖煤除碳。下涡轮，这个涡轮看有没有油啊？这涡轮很贵的，没有油的话就不用换了。IHI 日本石川岛配套。这一根啊，10个车里面10个车都会烂在里面，这个头很难搞，很难搞。这个是控制暖风的，那基本上没事，坏的都是发动机上的。这个控制变量式机油泵的，很容易坏，很容易坏。3代机的通病，直接换掉，本身也报故障了。这里面啊都是水垢啊，所以说你们防冻液少了不要往里添水，要加防冻液，跟你们讲过多少次。再看看这里，机油散热器呢，我看机油散热器，
这个机油散热器里面全是水垢，哎呀，保不住，保不住。这个水箱啊，最好是换一个啊，最好是换一个，散热不好。哪里啊？哎呀，完犊子了！机油泵得换呀，机油泵。那为什么要换机油泵呢？用这种小的月牙形的这种，它是24个齿的机油泵，这个是有缺陷的，后期都改掉了啊，要换成22个齿的机油泵，连这一片都要换成黑的。行，这发动机里面还是很干净的啊，非常干净。里面因为一直在4S店保养，但是呢，有一点啊，刚才我们说到的，水箱里面都是水垢，那防冻液少了要免费添加的，我估计加的是水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在我们单位也是这么干的。然后你看，这是不是设计师对我们赤裸裸的嘲讽啊？看到没？里面都是水垢，虽然说没有像有些车前那么厚，但是也有水垢，对不对？所以说防冻液一定要用好的，然后少了以后不要添水，按时更换防冻液。来，起，翻过来看水道好不好？翻过来看看水道。我其他都不怕，我就把它水道腐蚀掉。这个面上你看多多少少都有点腐蚀的，到时候上气缸床要打硬头胶。这么厚的积碳，我现在开始怀疑嘞，怀疑你有没有使用燃油添加剂，兄弟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如果用燃油添加剂，它一边烧机油，一边积碳在减少，一边积碳在增加，那肯定是烧机油增加的多，对不对？连那个套一起拿出来，对，抽出来，没事儿。对，先检查一下双质量飞轮有没有问题啊，我就怕这飞轮有问题。左右这一点点晃亮是正常的啊，这个是它的自由间隙，这个是正常的。那双质量飞轮应该没问题。这款车全是铝螺丝，看一下拉了吗？啊，有一条啊。来接上，看一下活塞有没有磨损，活塞环有没有对口啊？你看第3道油环就堵得死死的了。哎，你看这个已经是波浪环了，它原厂就波浪环的嘞。那波浪环也会堵哎，看到没有？来，捅过来，看一下活塞环有没有对口。这样转过来。对口是没对口啊，但是已经被堵死了啊，看到没有？啊，好，来看一下活塞环有没有对口，对口都没对口哎，为什么会烧得这么厉害呢？来，最后一缸，活塞环对口是没对口啊，我放掉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油封一点弹性都没有了，就是一点咬合力都没有了，对吧？气门直接滋溜就下去了，那说明这个油封就没用了。然后呢，我们进气的也看一下，进气的油封能不能咬得住？进气的还好，进气的还能咬得住。气门导管的间隙啊，一定要检查啊。过来看，到这个，对吧？像这个就不需要测量了，就已经很大了，是不是？肉眼都能看得到了，对不对？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进气的，进气的其实也有一点，没有排气那么夸张，但进气的也有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情况的话，你洗免塞治理是没有用的。你洗完以后，难道它这个气门导管的间隙就好了吗？对不对？气门导管的这个尺寸一定要测量过啊，测量过以后啊，负60，那是用标孔还是小孔？标孔是吧？这个呢，进气的呢？负20大孔，大孔是吧？排气换成这个负40的就很舒服了，导管就不用换了排气了，对不对？对，那你进气的帮我换掉。好的。经过科学的测量啊，波哥亲自来给我测的，每次跟我有争议，这次让他自己来测啊。进气门给他那个导管换掉，用大孔的；排气的话呢，导管就不换了，就直接给他换气门，用粗一点的气门杆子。啊，交给波哥了啊，抓紧时间。我要看正面，他们扬州啊、苏州那边柳絮就特别多啊，那洗也不用洗了，对不对？反正都换掉了。原厂配套水箱啊，其实跟那个什么迈腾、CC 都是一样的，跟国产都一样的啊，进口也没什么了不起。这个负2的水箱呢是原厂配套的，是1.7大众原厂配套的。换上新的水箱，散热有保证，给你一个清凉的夏天。而且烧机油啊，跟散热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。这个呢，只用国产1.7大众原装的就行了啊。如果你用进口的话，价格会比较贵一点。全新的发动机机脚，旧的那个已经压扁了啊，所以换个新的。发动机机脚、变速箱机脚全部换掉，整个车就稳定了，就安静了。刹车盘呢，你如果按4S店进口大众的去买，估计得1000多一个。但是呢，其实跟国内的途观 L 跟那个迈腾其实是一样的。你看谁会对你这么好？给你找国产大众、国产奥迪的刹车盘，对吧？东西又好，价格又便宜。完美，东西拿回来喽！来，一起搬下，一起搬下。这原车啊，已经是波浪环了，看到没有？它也堵了。那这台车的主要问题呢，不是因为火车环，当然了，堵也堵掉了，
但堵掉的原因呢，是因为气门油封那边一点都没有密封了，机油进来以后烧掉，烧掉以后波浪环也架不住，被烧掉以后的积碳堵牢了。所以这台车的主要问题是在配气机构上。但是这个活塞呢，拉也拉掉了，那该换也要换，对吧？排气门全部换成负4个丝的气门，这样的话一点间隙都没有了。那排气门导管就不用换了，换导管也好，换气门也好，最终的目的是为了配气机构配合的紧凑紧实，但是呢没有卡滞。使用进口2.0的气门油封啊，这个车其实它原车的排气门油封是有问题的，设计上有问题的，所以全部改成这种绿的，很紧的那种。之前那个粉红色的那种很松，根本咬不住气门。因为这个车本身就是进口的，所以这个弹簧呢咱们就不换了啊。5点进3点排，气门弹簧进口的比国产的更加不容易断啊，这个怎么说更加不容易断？那如果说哪天真的断了，这个概率啊就跟流星打到你的概率是一样的，那也就是天意，对不对？压气门弹簧啊，这个东西呢很枯燥，但是要很耐心。大小瓦全部使用带涂层的，机油喷嘴啊都不用换啊，因为这个机油喷嘴它是直通的，它里面是没有弹簧钢珠的，所以直接用回去就可以了。头尾2道大把螺丝要换新的啊。那为什么要换新的呢？因为断都是断头尾。那为什么头尾会断呢？你们看啊，中间3道都是带辅助螺丝的，所以是1道瓦4颗螺丝，但是头尾因为这个外表面的原因没法打螺丝孔，所以说头尾2道它1道瓦只有2颗螺丝，要断就断头尾。所以说大修的时候把头尾的大把螺丝换掉。原厂止推片5000块钱的大修能不能给你换原厂止推片？你们自己说。60牛米加90度，这个地方像这里一样再来一条筋，然后打个洞过来，把螺丝侧面打一个，那就完美了，对不对？这2道是空的，所以这道瓦只有这2个螺丝，这道瓦呢却是4个螺丝，所以会断。使用小日子李岩的活塞，大家都知道啊，李岩是小日子，就是日系车配套都是李岩做的。那为什么我更喜欢用李岩呢？我个人感觉李岩比科尔本呢更丝滑一些。其实呢，科尔本的活塞也是非常不错的，这2个品牌呢是平起平坐的，只是我个人喜好问题啊。82.420的小活塞，3代都是小活塞，非常省油。气环是等离子喷涂的气环，油环是淡化处理的波浪油环，万无一失啊。小瓦螺丝30牛米加90度，打胶一定要打出艺术感啊！那流团打那边呢是机器打胶，我们是人工机器打胶，我觉得打的也不比流团打差，对不对？来，1、2、3上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干货。这个车呢是24个齿的，24个齿的这个机油泵呢有一个缺点，就是机油压力不容易建立，冷车启动有异响，可以换回22个齿的。从2018年之后，奥迪、大众原厂都已经换回22个齿了，而且用24个齿的，你换链条的时候链条是摘不掉的，换回22个齿，链条就可以摘掉了。然后呢，咱们把这个吉利器把它移过来啊，未必啊原厂的就一定好，像这个油底盒搞成塑料的，可能是想给我们减轻重量，省点油费啊，但是我个人觉得铝合金的更好。不要吝啬啊，把这个油位传感器密封圈换掉。早期的3代888这边少一个轴套的啊，把这个轴套给它装上去，补上去应该说。这个缺口看到没有？这个缺口朝向油底盒，好下去吧。这个要拿掉轴承。这边这根新加的这一根就比较好搞了，刚好缺口对缺口，刚好对牢。这个3代的就比2代的轻松插入了啊，2代的还要动过，3代直接插就行。机油喷嘴压力传感器给它换新的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位置比较难搞，你趁现在给它换掉，万一以后坏了要换这东西要你半条命。这水泵皮带螺丝啊，好，这个变速箱滤芯的外壳有点漏油啊，到时候换一个铝合金的，建议顺便把里面滤芯换掉，把变速箱油也换一遍。飞轮螺丝一定要涂螺纹胶啊，它原厂出厂的时候就是带螺纹胶的，看到没有？不打呢也不一定有问题，但打的更安全。完美对接发动机、变速箱，螺丝紧完下班，明天再搞。60牛米加90度，搞完以后呢，再100牛米复一下，看每一个螺丝有没有上去啊，双重保险。来，把该换的密封圈都换掉，这个是EA888专用的啊，尺寸下次自己量好，下次自己去买小日子的浮胶圈。像这种该改进的地方要改进啊，全部换成铝合金的，那这辈子都不会坏了，对不对？17奥迪的原厂水泵啊，全新的机油散热器啊，这个散热器如果你没有堵可以不换，但是如果说你堵了那就要换，因为这个散热跟烧机油它也有关系。这根涡轮水管系统里查出来进价就要700多，将近800块钱，为什么？这个头断掉了，那没办法，
你说700多拿过来，一根水管700多，车主不得跳起来，是不是？当时呢，我们给他找到了这个接头，其实它跟国产的途观 L、迈腾应该是一样的，那换个接头就便宜多了，几十块钱，是不是？缸顶气的2个螺丝给它换成铁的，原车那个铝的再用第2次肯定不行了。上涡轮，徒手推入啊，徒手推入。3位4冲法，27牛米啊，直接打30也没关系。改成22个齿之后呢，就可以上这种黑色的张紧器了啊，然后链条也可以随时把它扒掉，就不需要再插那个塔了。2个磁铁啊，都换成17奥迪的。这个磁铁呢，也是这款车的重灾区，加速发抖、缺缸，有的时候以为是缺缸了，其实是这个东西坏掉了。涡轮接头改成铝合金的 ，ABS 电磁阀的密封圈全部换辐胶的。有条件的话呢，把这个密封圈也换一下。机油左环的换一个，里面带单向阀的这一种，早上冷车启动不会嘎啦嘎啦响。原车那个是不带单向指挥的。这个滤芯啊，它这个纸是白颜色的，是国6B 的纸，国6B 的可以给国5的跟国6A 的用。上去了。这个电磁阀啊，那就是这个电磁阀，不管它故障是不是它爆了，它也漏了，对不对？这下好了啊，这个东西刚好换掉，来的时候也报故障了。这个电磁阀是重灾区啊，好多车都亮故障灯。全新的废气阀，之前那个呢负压也没问题，但是用了这么多年了，还是给它换一个新的，放心一点啊。这个是3代的废气阀，3代跟4代其实很好区分的。4代这个废气阀这里是黑颜色的，是马勒公司提供的；3代这里是白色的。这个电磁阀是控制机油喷嘴用的啊。原车的呢也没报故障，但是有点气穿了，就给它换一个新的。这个也是故障的重灾区啊。辅助水泵也是很容易漏水的啊，你看旧的已经都漏了，趁机一次性换掉。火花塞用大众原厂06K 的，就非常的耐用，不用去买那种什么改装的、什么1金的，没必要的。电路线的塑料滤芯啊，很容易漏油，我们趁机给它换掉，永绝后换。趁机把这个滤芯换掉，把这个外壳呢换成铝合金的，那这辈子都不会漏了，对不对？修车嘛要动动脑子，不能原来是什么就是什么，该改的时候还得改。点火线圈的内孔啊，一定要涂这个活嘴膏啊，一个是绝缘，第二个是防止跟火花塞粘连。你们有的时候拔出来，这个东西拔断了，就是因为它粘住了，从来不涂，我知道你们。发动机总着完毕啊，准备拖过去吧，进入机舱。今天下午给我打着。像我们这样修出来的发动机啊，万无一失啊，里面该改进的改进，该强化的强化，该节省的节省，绝对给你做到位。上元宝梁，这个车底盘呢就是换了2个元宝梁衬套，其他都是好的，那只能说明无锡的路比较好，路况好，所以说底盘问题不严重。由此可见啊，3代EA888就算是换了波浪环的，也有一定概率会烧机油啊，而且烧起来也是非常的猛啊。看来我们还有饭吃啊，不至于过2年就被淘汰了。我们天天说人家88、99、168、198，那我们自己用什么呢？我们给这台车用的是超级全合成对标金某福，基础油是4类加5类基础油，这个油也算是机油中的顶流了吧。3代EA888相比于2代EA888，油底壳加大了。那我们加的时候呢，机油多加一点啊，我们先加6升，因为发动机是初装，里面没有油，油道里面都是空的。到时候看机油尺，我估计可能得加6升半。平时保养的时候呢，5升是虚标满格，5.5升才是实标满格。这个车主呢是个非常有品位的车主啊，我们这个防冻液也算是防冻液中的霸主了吧，懂行的都懂，是不是？以后要长点记性，防冻液少了以后就补防冻液，不要往里添水。本来水箱都不用换的，机油散热器都不用换的。启动。基本上就听不到发动机的声音，很柔和，很柔和。正在加注冷媒，空调冷不冷？冷媒很重要啊，好的冷媒能够让你的空调非常的刺骨。那我们用的是什么冷媒呢？用的是聚化的，懂行的都知道啊，这是我们浙江的知名产品，亚运会赞助商绝对不会差。现在出去试车啊，左后轮胎压报警没有，看到没有？它那个胎压报警灯就是因为左后轮的胎压传感器它没有显示，估计是那个传感器啊电池用完了，明天去阿亮那边换一个通用型的，但价格便宜一点。试车回家，动力澎湃，声浪迷人。回家差不多是50公里路回金华，来回100多公里路，该有问题的该试也试出来了，对不对？这个车修完之后啊，给人感觉油门很轻，动力很猛。那其他的呢，明天顶起来再看有没有漏油漏水，有没有故障码。哦，不行，读不出来吧？学习没用啊。绝对没用。左后轮那个传感器肯定废了呀。对。那给他换，赶紧的。它这个的话是读出来是就右前轮是好的，对吧？其他几个显示都是低电压，是吧？对。那要不就3个一起换呗。现在彻底报废的是左后轮，然后左前跟右后也已经低电压了，没多少电了。那保时捷本来就一样的，保时捷也是大众系列的，那能怎么样呢？肯定一样的。这个地方很容易掉出来。对，就这东西坏了啊。
就是这个东西坏了，这里面有个电池啊，这个电池用完了。但是我个人呢不建议你们换电池，为什么呢？本身你这个在外面换一个通用型的也不贵，你电池拿去让人家搞，人家手工带电池也得100多块钱，我想想，对吧？那还不如换个新的。在这个诊断电脑上啊，有红色的这个电瓶按钮的，看到没有？红色的表示电没了，看到没有？换一个通用型的啊，但是这个比较好的那一种，来我看看，这种换3个啊，换3个。这个新的换上去，哎，亮哥，这种一般能用多少年啊4、5年吧。 ？4、5年是吧？啊，亮哥，像这种你一般卖多少钱一个200多块钱一个。 200多块钱一个是吧？好，那我也反正就过个手，我也不加他价了啊。这个拿来给左前用，放上去激活一下，然后它导一下。其实这个东西呢，它就是个空的，不同车型它里面的频率可能不一样啊，频道不一样，直接输入个频道。除了右前轮啊，其他的轮子都换掉。现在好了啊，胎压灯也没了。我看到那种故障灯，我现在就不舒服。试车归来，动力澎湃，声浪迷人，绝对是万无一失啊！修这完车修完以后呢，我心里非常的欣慰。为什么呢？因为3代11888尽管改了波浪油环，但也会烧机油，而且这台车烧机油的地方我们已经知道了，心里非常的有底。那看来以后还是有钱挣的啊！全网把整个维修过程拍成视频的好像只有我一个。那一般情况下呢，别人都是随便说2句，然后拍几个景，运镜运一下，搞点音乐，反而流量还大。那看来以后我也得这么干啊！我就不跟你们老实掰了。回去以后好好保养，使用符合规格的全合成机油啊，88、99、168、198就不要去用了。定期使用燃油添加剂，做到这些之后呢，你的车将原力烧机油。好了，这一期到这里，点击加关注，爱车爱熊猫，修烧机油不迷路，完美交车。